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直播，今天是2026年5月8號。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從現在開始了，美東時間11點半。歡迎大家進入直播間進行提問。那麼在等待大家提問進入直播間確認聲音和圖像的時候，我們需要等待一下。好的，謝謝麗麗確認。好的，我們趕緊進入今天的直播。我們先看一個今天出的经濟數據。今天出了一個非农數據，8點半，盤前8點半出的非農數据。然後呢，這個是比預期的好的，預期是 65K， 那麼實際是 115K。但是没有之前的好，对吧？比之前的差一些，之前是185，上一個月的，就是這個月的話是，4月份是115，那麼這是3月份的話是185，對吧？但是失業率還是保持在 4.3， 所以就業市場沒有那麼的差，沒有那麼的差。這是今天出的這個非常重要的非農數据。然後我們再看這個大盤，那麼今天是一個小幅的低開高走的一個狀態。今天又是出了新高了，7397.56，对吧？那我们關注的重點就是從6316到7397這段，現在看的周期是日線，看這個水印，它的內部結構，因為日線上只有一筆呀，連頂分型都沒有。之前是出現過頂分型，頂分型，頂分型，對吧？出現過3次。頂分型，但是現在都被打掉了啊！這裡也有一個，在當時當下的話是有一個頂分型的，那麼現在是又頂分型又被打掉了，又變成中繼的了。那麼沒有頂分型就沒有頂，我們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。那麼從這個6316上漲的這波漲的是非常兇啊，對吧？回調特別少，但是還是有回調的，不是說沒有回調。那麼在1小時上，我们看它的結構，這是 A 中樞、B 中樞。然後 B 中樞之後，從這個7107、1、2、3、4、5，現在有可能在走小五浪，就是大 B 中樞的小五浪離開段，也就是說走 C 段。現在所有的這些都是 C 段，可能在走小 C 段。也有可能是什麼呢？就這個小 C 段結束之後，這段結束之後要在這裡做一個大中樞出來。那麼跟下面的級別一樣，也就是做這個大 C 中樞也是可以的，對吧？按照現在的情況很有可能。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往下走。如果說要往下走，我們把這裡的假設從這裡斷開的話，那就要快速往下殺，快速殺，快速往下砸，才能砸出來恐慌盤，對吧？現在大家都不恐慌，你每次回落了，大家都去買回落；每次回落了，大家就去買回落。所以說不恐慌，這是這個你也能看到這個節奏，每次回落了大家就去買，然後又上去了，所以你必須要快速往下砸，這種起碼連中樞都跌不破，那你想有大的回調現在看不到啊，對吧？但現在這個位置也已經是從6316也已經是2個中樞，在1小時上是2個中樞已經上漲了，趨勢上這個位置也不要往裡追了，你要做的話，就只能拿一點點小倉位來玩一玩，對吧？小倉位參與一下，哎，漲了賣一賣，跌了稍微買一買，但是倉位不能太大，畢竟現在是這個周期比較小，所以首先不要去追漲，對吧？那個當然個股表現是比較多的，我們就只說指數這裡，指數這裡的話，但是呢，只要指數不出現什麼暴跌大跌的話，那個股的表現都非常多的，對吧？所以只要指數不出現大的快速下跌，我們就不怕，就是指數那邊那個股票那面有回落你就買就好了。畢竟只要指數不大跌，那麼大家都不用沒有什麼可害怕的。但現在市場上在等一個什麼那個財報呢？就是英偉達財報。英偉達財報是在5月20號，在這個月底要出財報。現在比較大的科技公司就它沒出了，所以現在市場想要在5月20號大跌的話，必須要有事件刺激觸發。但是呢，這個月底這個川普要去中國訪問個2、3天，在那之前的話，現在看不到什麼
壞消息來觸發市場暴跌，所以這就是我的一個個人的一個觀感。好的，來大家看一下大家提問。先看秦朋友問了一個 Snowflake 马上要出財報了，5月27號這個好的，剛才顯示這個直播軟件說我的語音出現問題，現在又連上了。那麼再回到這個Snowflake 的話，我們看它的結構，之前是巴菲特他的公司買過 Snowflake， 但是後來好像是賣掉了。不管怎麼樣吧，就這波我們看這個 Snowflake 的圖形，我们现在只關注這個最後這一筆，現在週線上最後這一筆，看它結不結束，對吧？先不管它大結構是怎麼樣的，我們現在就看着最後一筆有沒有結束，因為你並沒有說，秦朋友，你並沒有說你的想建倉啊，或者說你已經有了還是怎樣，對吧？我們就只能泛的講一講。那麼這一波下來之後，週線上只有一筆，日線上應該出了2個中樞了，這裡有過一次上，這是我們之前分析的一個上下上，對吧？做了一個2個中樞趨勢下，但是呢，它這個第2個中樞啊，它是不是那麼的標準？我們看一下高低點，這個高點在184.74，這個在剛好出高點，剛好成一筆，剛好成了第2個中樞，就這一筆剛好到這裡成了一筆，所以說是2中樞趨勢下。你看它這個反彈很有意思沒有？這個反彈每次反彈正好是貼着邊兒，剛反彈到這裡，啪又砸下去了。所以說你要是盯這個片的話，到這個位置都可以去做空它的，這是典型的回拉到阻力位置，然後又下去確認，然後又上來了，对吧？所以就這種操作是容易的，就是現在看圖形的話，那麼現在這個反彈又拉回去了，看到沒有？這個反彈又拉回到這個中樞裡了，那就有可能要轉向了。怎麼個轉向呢？就是從這個位置如果說斷開的話，那有可能走123了，就是走這個123，有可能往上走。所以說，因為前面已經2個中樞趨勢下結束了，這個2個趨勢下結構已經飽滿了，可以走反向，可以支持這裡是來一個第3段。如果說3不背馳，那就有4和5，對吧？甚至拉回來做中樞也可以。所以現在是有這種趨勢的，有這種傾向。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它這個張口張的不大，這個 MACD 的這個張口啊，現在沒有特別的明顯張起來，所以明它也可以是踩一下做一個中樞，然後等待財報再起來也可以。所以我的建議，如果說想進它的話，等待它再次回踩，2次回踩確認不跌破前面的118.3的話，這個位置是可以進的，這個位置是可以嘗試進，然後看它能不能夠走上去，走離開。如果說不背馳，那就牛了，可以再做第2個中樞，然後再打一個高點，然後結束整個這波上漲，对吧？所以我建議是等待它的2次回踩確認，2次回踩確認之後買這個結構買點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 Snowflake。然後你又問了一個 AAOI，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提問。不是你問的，你那是 Lily 問的。我們看一下這個 AAOI。AAOI 的話，我們之前是簡單說過它的基本面，對吧？那麼，我們來是跟那個光電子相關的這麼一個一個新公司，也不能說新公司吧，就是一個相對大家不是那麼的熟悉的一個公司。如果說你不是這個行業的，或者說你不是這個盯着這個 AI 相關的股票的話，因為它主要是制造並設計光纖網絡器件，然後它的核心產品包括什麼光收發器、激光器芯片，但是呢，它現在重心已經全面轉向 AI 數據中心所需要的這些高速光模塊。但是這公司啊，在這個高速光模塊領域它是2線領軍者，正在挑戰這個1線的大廠。它有可能成為 AI 基建這個建設中的增速非常快的黑馬。它的主要競爭對手有那個 Lumentum， 這是我們之前說過，還有那個什麼一些中概公司或者中國的公司。但問題是現在增收不增利的盈利壓力，對吧？收入是增加，但是並沒有增加它的利潤。
好了，這是針對它的基本面，我們簡單說一下。我們看一下它的圖形。那麼日線上出現了第二次大的回撤，這裡是出現了第二次大的回撤。那麼你也沒有，我看啊，声音又好了是吧？对，刚才就是这個直播軟件提示我說這個聲音斷掉了還是怎麼？不知道什麼原因。打算建倉對吧？你是打算建倉，那就等待它這個123的回落，4的回落，等待4的回落結束。你也可以簡單的測一下它的這個回落點，現在已經跌破了0.382了，現在在向0.5前進。然後這個回落這一筆的話，經過包含處理還不夠一筆，因為上面有3根 K 線有包含關係，經過處理之後現在不夠一筆。估摸着要到0.5的位置，因為前面這裡是踩過一次0.5的，看到沒有？踩過這個135附近，所以我估計是再次踩到這個位置，基本上能有個位置，如果說能夠不碰到128.96就更好了，不碰到它的話，然後還有一個1、2、3、4，有一個5，甚至是給你個微轉再打高點。如果說不能夠打高點的話，那就可以在這裡做中樞，你也有機會逢高賣掉，或者說在這裡做中樞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利用箱體震盪來操作了，对吧？所以說繼續等吧，繼續等它這段什麼時候企穩的時候就可以進場了。然後我們再看尾號7667朋友問 Rivian，RIVN。Rivian 的話，我們之前其實分析過，這票的問題就是它之前有一天呢，就周線上，我們看它這個周線圖，它周線上是一個9段升級的一個中樞，它最低點在這個 8.26， 然後這是技術段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這個第9段升級之後呢，它在這是2月9號那一周大漲了 10.8%， 就這一周沒有力度跟上去，造成了它現在比較低迷。所以我們之前上一次分析的时候，我還說有希望或者有可能再次跌破 13.58。如果說跌破 13.58 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這個 22.69 的下跌延續，也就是說這是第9筆的一個就是可以，因為前面這裡我們已經有第9筆了，對吧？但如果說再次跌破 13.58 意味着第9筆沒結束，所以说它要跌破它的話，那你看我们看一下裸 K， 這是個120周剛好在這裡，120周在這裡。如果說能夠跌破這個 13.58 的話，你可以留意一下，那就日線上其實結構就飽滿了。我们再次回到日線，那麼也就是說日線上從 22.69 作為這個起跌點的話，進入段，然後在這裡震這個中樞，然後再次跌破 13.58， 意味着走離開，對吧？那麼走離開的話就很容易背馳，它前面這個進入段這個空間比較大，那麼這個離開就很容易背馳，所以等待它跌破 13.58 之後，看出現這個離開段跟進入段比較有背馳的時候，那麼你也可以把最後這個離開現在當下先看一下它的內部1小時有沒有中樞什麼的。那麼它這裡是有過1次反彈、2次反彈，其實這裡是有一個中樞的，但是它其中一筆啊是有包含關係，但沒有關係。所以我建議是等待這個1小時上再次出現一個中樞之後，它現在不是從這個離開之後走這個1、2、3嗎？就看你這一筆要不要，就是因為它現在明顯有點跌不動了，1小時上看着好像跌不動了，所以它這裡會彈一次就看它的力度。如果說強是最好的，對吧？只有強才可能轉勢。如果說不強的話，可能是這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給你打個5折，再結束這段下跌，或者說我可以往上彈一彈，做一個中樞，然後再跌也可以，对吧？整體來講，就是這段我現在沒有看到，尤其在1小時上，我沒有看到強勢表達，就是強勢多頭的表達沒有看出來，或者沒有表達出來。那麼在它沒有表達出多頭的情況下，那你就等。如果說你想做它，那你就做1小時的這筆反彈，但是空間並不大。我們看一下整體的空間，如果說到這個前面這裡 2.74， 到前面這個小高點 7%， 就看你想不想做這個。但是現在市場的關注度都在這個 AI 相關的股票上，而且它也出到財報了已經，對吧？也沒有什麼，你覺得有什麼新的消息能刺激它繼續往上走嗎？所以我個人建議這種
除非你是真是了解這個行業、懂這個公司、有內部消息的，我建議你碰它。那麼如果不是這樣情況的話，我就小倉位參與也可以，但是這種票就很尷尬。好的，那麼我們再往下看，蘇珊問了一個 CRWD。那这個 CRWD 是一個安全公司，網絡安全公司，對吧？基本面我們就不說了。他問的是日線上有一個中樞，現在走 B 段，對吧？還是可以拿着吧？拿着首先可以拿着，對吧？這麼強的狀態下，肯定是可以拿着的。那麼你說的日線中樞是指的下面這個中樞呢，還是這個中樞？我不知道你從哪裡分析，但是我們現在可以這麼分析了，從這個342.72可以它斷開了，也就是說從342.72這裡走了一個新的走勢了。它其實是這麼個結構啊，你如果說中樞的話，那就是這麼個結構，是這個中樞，對吧？你說的肯定是這個中樞。那麼現在走 B 段，现在確實是在走小 B 段。那麼我們看你的繼續可以拿着，我們先比較一下進入段跟離開段。一旦出現結構之後，你就比較它的進入段跟離開段就好了。現在還沒到等比例，对吧？還沒到等比例，也就是意味着這段，但是現在這很強啊，走的，對不對？所以說明這個動能是很強的。我之前講過很多次，怎麼看动能強弱，就是看它的 MACD 張口，這個快慢線這兩根線，快慢線的張口，對吧？張口張的要大，然後柱子長度要伸長。雖然說你看它前面這裡好像沒有前面的長，但是它沒結束呢。它可以完全頂到這個等比例這個位置，也就是頂到541.83也可以的，對吧？它的財報也已經出完了，3月份啊，但是之後的財報還沒有出來具體時間，所以我建議是繼續持有，畢竟這個小離開段現在走的是很強的，所以繼續持有是沒有問題的。什麼時候給你一個明顯的頂分型的時候，你再開始減倉或者考慮減倉都來得及，就是說。不是說那個漲了你就要賣，而是說它起碼要頂分型嘛，頂底分型嘛，對不對？它要轉折，頂底分型都沒有，你怕什麼呢？除非是你是追漲進去的。如果說你是追在，比如說你追在500，追在480，那你可能就擔心了。但是我的建議是永遠不要追漲，只買回落，不論是大周期、小周期，都買回落，你都有機會。即使是最後這段的上漲，你也有回落呀。1小時有沒有回落？這裡是不是回落？對不對？你再去5分鐘上或者15分鐘上看，就太多次的回落了。你只要有機會，你只要看好它，都有上场的那個上車的機會，不怕踏空的。所以要保持好一個好的心態的前提就是不能追漲。禪師在他的文章裡多次提及，就是千萬不要追漲，你寧可踏空也不要追漲，因為追漲就很容易讓心態搞壞。所以很多人控制不住手，跌的時候不敢買，漲的時候就哎呦追吧，就這樣。這是 CRWD， 然後尾號58499朋友問了一個 BB， 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 ，BlackBerry 是這個嗎？是黑莓嗎？你是想買黑莓嗎？請確認一下，是不是想買黑莓？因為這個很少人問。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圖形，從這個最低點，這波也是上漲的很厲害，不知道是也要玩 AI 了呀，還是怎樣刺激它的圖形上去了，對吧？那麼這種就是典型，我們看一下它這裡有多少，13%。所以現在從這個 3.12 這個上漲。3.12 這個上漲，現在還是一筆，但是明顯它的內部是有結構了，我們需要看一下它的內部。你要想建倉的話，現在這個位置太尷尬了呀！你這3.6塊沒買，這4.6塊沒買，5.6塊沒買，現在6.6塊了，你想建倉了，那就需要降低周期，看一下小周期這裡。然後這裡有一個下上下，我們看這個結構，基本上就是在這裡。這裡有一個1小時結構，
所以你想建倉的話，那就等它回到中枢裡來，這是一個典型的中枢震盪。哎，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剛好是一個9段升級的，正好震到這裡是第9段，然後現在開始走離開。所以你要想進的話，就只能去更小周期進了，就是現在1小時上都沒有位置進，除非是去到5分鐘上。我們看一下這段的5分鐘或15分鐘裡面有沒有位置進。15分鐘的話，這裡是出現了過潛在的，也不是潛在吧，這裡是出現過2次回檔，然後這裡還給了一個15分鐘3買，這裡有一個15分鐘的小中樞，對吧？你這明顯是一直回落嘛，但是現在上的力度不強，所以你要買的話就是15分鐘的倉位，你想想15分鐘倉位才能進多少？能夠進個1%、2%就不錯了。但是1小時的話，你要進的話就能上5%、10%，对吧？級別越大，你能進的倉位越大；級別越小，你能進的倉位越低。所以现在它就不好弄，就在這兒，倉位上不去的。你要想上大倉位，那就很容易給你，你比如說這個位置你上倉位上大了，啪就直接給你砸回到中樞裡來，你就在這裡繼續震，甚至是給你一個大的轉折，對吧？你就很尷尬了。所以小倉位玩一玩吧，這個不好弄这個。然後我們還有時間繼續往下看。麗麗朋友，秦朋友問了一個 LUNR， 應該是太陽能相關的吧，還是什麼？不是 ，Intuitive Machines。哦，這個我們之前也分析過。看一下，簡單說一下它的這個基本面。那麼這個 LUNR， 我們看一下它的就是在哪個級別上有大中樞。這個公司是主要是提供月球物流與基礎設施服務，核心業務包括通過 NOVA 級着陸器運載負載至月球表面，並提供月球軌道通信及導航服務，是 NASA 計劃的關鍵合夥人。它是50多年來首個成功實現軟着陸的美國機構，擁有 NASA 高達48億美元的近太空網絡合同。其在月球通信協議上先發優勢具有極強的排他性。它在商業月球交付領域絕對霸主。當然了，它的對手是那個 RKLB， 大家應該現在對這個 RKLB 比較熟悉，還有 SpaceX。但是呢，它有極高的資本支出以及任務風險，但是在航空航天領域，這個失敗率是比較高的，所以現在你看它的股價就是沒起來，對吧？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圖形，那麼已經介紹完它的基本面，現在就是周線上，現在看的圖形是周線，有這麼個大中樞，那麼它的起漲點在這個7.78。把這個7.78給斷開，就是 7.78 再走離開，再走這個中樞的離開段。現在這個離開段目測的話，我們比較一下吧，比較一下進入段跟離開段。嘿，剛好到了 1.618 了，說明這個離開段現在是不背馳的，對吧？不背馳的意思就是說它更容易出現大 B， 這是下面是大 A， 因為它不背馳嘛。很多人之前我已經重複多次。說一定要一定要兩中枢趨勢上結束嗎？不是啊，它是因為它這段不背馳跟進入段比較，所以它想要拉回來的難度大，所以它更容易拉回来形成3買，然後在這裡做中樞，就是這麼回事。看一下日線上，那麼日線上它走了一個，現在走了一個1、2、3、4，哎，這還也做了一個中樞回來，不知道。秦朋友，你在問他有沒有做它，对吧？這是給了一個回檔的機會，讓你上車的。這是做了2次回檔，做了一個中樞，然後現在開始走這個，就是所有的這些是周線那個小 B 段。那麼在周線小 B 段的內部又開始做中樞了，有希望要走離開，但是它馬上要財報了，5月14號盤前要出財報。
但是不好说它能不能够上得去，对吧？因为它现在这个結構它是可上可下的，它可以是财報不好拉回來，然後在這裡繼續震，也可以是直接打上去離開走這個日線的小 B 段，對吧？所以說你如果說沒有倉位的話，現在是不好進的，肯定是有回落了，我買回落呀，因為它可以再上啊，或者說我這裡給我一個123的回撤，這是什麼？這是周線上那個3買這個位置回撤，反而形成了周線那個大3買，因為周線大中樞在這兒呢，所以每次都買回落，現在是沒有辦法往裡追的。好的，針對這個 LUNR 只能講這麼多，沒有很多可以說的，對吧？所以每次買回落，對你看好的公司做好調研。我們一直講3維度，基本面、比價關係，最後才要看技術圖形來看它的基本面的這個圖形上技術分析，找這個買點進出。為什麼？為什麼禪師一直說這個要很頻繁的看技術面呢？因為技術面的變化大，變化快，像這種變化，你可以利用這些這個價格錯配，就佔市場的便宜啊。市場價格錯配了，反而是你進場的機會。它高了，可能是針對當時這個價格可能高一點，或者技術上有需要回調的需求了，你就賣一點。但是只要它的基本面和比價關係在短期內不變化，你就不需要管那麼多。所以說是用比價關係和基本面來篩選股票的。為什麼要用3個維度呢？因為這樣的這個成功率更高。用3個維度疊加的這個系統成功率更高，很多人喜歡單純的看技術面，這是完全的一個錯誤。不要單純的用技術面去做，除非你是做的是index 是那個指數基金，那個黃金什麼那個期貨，對吧？外匯這些你可以用單純的那個技術面，因為基本面你也分析不出來什麼，你能分析出來一個國家跟一個國家的匯率比，那你是非常厲害的一個經濟學家了，對吧？所以說你不需要我們到我們這裡來看這個直播，但是對我們小散戶來講，你是不需要分析那些的，因為你也分析不明白，所以你只能看技術面，那些基本上也可以單用技術面就可以搞定了。但是對股票的話就不行，對這些公司，對吧？你一定要選擇好的基本面，因為它能保證你的成功率更高。那只要它短期有回檔沒有關係啊。短期只要它的這個是每次它的低點，就是它這個重心是慢慢往上拉升的，像這種，比如說我們看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，就是 Costco， 你看它的大圖形，它的這個重心是慢慢往上抬升的，對吧？現在看的是月線那種大週期，你只要發現它的重心是慢慢往上抬升的，你就不怕，因為它是長期是上漲的，你就敢買回落，這個就需要基本面的這個篩選了。再回頭看一下他問的這個 Coinbase， 還有1分鐘時間，我們把這個 Sherry 朋友問的730問的Coinbase 就不用等到周末了，因為它的圖形也比較簡單，因為它主要是受益於就是說跟那個比特幣相關度比較高嘛，這個 Coinbase。但是呢，它現在是比較磨嘰在哪兒呢？就是週線上它也出了財報了，已經應該是。昨天5月7號，昨天盤後出的財報，對吧？然後它這主要是在周線上，現在從444.65下跌之後，它是一個1、2、3、4，這個4浪反彈一直沒起來力度，對吧？現在這個4浪反彈或第4筆反彈也夠一筆了。然後日線上我們之前說過它這個形成中樞之後沒有出現離開呀，它如果說在這裡磨嘰來磨嘰去的話，還是反而可以往下走的，也就是說走周線的第5筆。1、2、3、4、5可以再打低點的。如果說周線第5筆不能打低點，反而是一個2買，就是周線上給一個2買，看它是不是出現3，或者說在這裡做中樞，做完中樞之後可以繼續下，也就是前面的下跌沒結束，對吧？那你這樣一分析的話，就是這個4現在是不是要往下走呢？但是4在就是這些是周線那個第4筆，但是在日線上的話，它也沒有明顯要離開這個中樞的跡象。你只要能在這裡盤得住的話，那看它是不是後期有消息刺激能上去。所以你要做它的話，就是圍繞這個中樞做震盪就好了。就是
中枢上面減一減，但是它明显在受压于这些均線呐，对吧？这些这个比较明显的，因为120天，你看它这个120天它上不去，现在明显120天在这裡壓着，只有什么时候拉到120天之上，才有可能把这个空间打開。你就是說，比如說某一天突然來一個跳空缺口高開了，就有可能要往上走了。但是呢，在那個沒有出現之前，它更可能是在這一個中樞在這裡震。所以說你就利用這個小的箱體震盪、中樞震盪做一做差價就好了。但整體來講 ，Coinbase 也好，還是其他的跟比特幣相關的，現在因為主要還是美國政府這邊的這些法律法案沒有規則出來，那麼造成現在機構不敢進，對吧？所以就比較弱，相對的跟那些 AI 相關的、那些基建相關的就明顯的弱。好的，那麼的話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們今天就只能分析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的參與，再見。